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没有想到更新公告这么快就来了，因为前不久才讲那个什么登峰造极的皮肤而已。那么国际服的更新时间会在5月21日前后更新。这一次的活动就是浓情端阳啦，各位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没错，端午节啦。如果是根据端午节的时间来计算的话，这个活动应该会在6月第一个星期左右就应该开始了。基本上端午节的活动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这一次的活动呢，不是我们以往的那种比较普通的活动啊。这个匠心特惠在之前我有介绍过，那么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保护物资啊，还有那个钓鱼的赛罗利的决战，这些都是以往的旧活动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一次有2个氪金活动，辉耀之路跟尊荣之路。哎呀，官方是真的想要钱啦，要过年啦。至于活动开放的地区呢，你们就根据官方这里所写的详情，有些是有开放，有些没有开放的。不过节日活动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以介绍，所以我们跳到下一个部分。文明之旅即将来临，广场上迎来了全新的文明之旅活动。第一站旅程古罗马已全面开启，随着学者一起穿越时空，去游历史吧。OK。那么在前不久呢，我不是说登峰造极的皮肤的时候有跟各位讲过，新的文明一般都是在6月或者是7月左右就会出现了，所以官方这个文明之旅应该是对新的文明铺路。我个人觉得啦，我认为文明之旅可能最后一站就是公布到底新的文明是哪一个文明了。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啦，因为他这边写第一站嘛，有可能有第2、第3、第4呢。第3个部分关于 KVK 的失落之地相关优化，这副赛季并无尝试剧本即将开启小赛季模式先锋体验版。小赛季顾名思义呢，打的时间应该会比较短一点，或者是有可能这个地图会比较小一点。因为老实说，其实并无尝试那个地图太大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记得在之前我就跟各位抱怨过，并无尝试的地图很长很长，我都不懂它其他地方是拿来干嘛用的。那我是可以理解官方当初的设计了，因为并无尝试这个地图是没有办法随便放要塞的，所以他们就可能觉得说把地图做长一点，那有多余的旗帜可以慢慢去驻防，可以慢慢去守着。可是我说真的，这个地图实在是太长了。那因为我之前有玩过并无尝试吧，如果你不用千层出去的话，是不可能可以这么快的抵达中间了。所以针对于小赛季，我觉得有2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缩短时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啊，比起缩小地图，因为地图要重新改过啊，要分布过那些位置的话，其实会蛮麻烦的。那缩短时间是不是表示说之后我们要拿到一些奖励也会比较快一点呢？或者是说短时间的话，可能奖励不会这么多呢？再来就是对奥尔良之围地图的优化，更新了统帅的助阵技能，首先是增加了贝特朗斯基、亨利、布迪卡、CP 还有 IT 巫师，也就是说全部6代统帅都加入了，但是只有在新更新之后新开启的奥尔良之围剧本中才会出现啦。新的失落之地话题版啊，这个什么来的？新的失落之地话题版将替换原有的失落之地聊天哦。在新的失落之地话题版内，每位执政官发言将会变成一个话题，其他执政官可以在话题下面留言或者是回复。这样子我可以理解了，它就很像类似像我们那种社交软体这样子啊，就是你发一个贴文，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不同的贴文有不同的留言，这样子区分开会比较整齐一点。但是这个话题版只会在 KVK 期间出现而已，当 KVK 结束之后就会重置消失，变回原本的。但是这个话题版呢，也不是说在更新之后全部王国都会开放，它只会在部分王国开启先锋体验版。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更新还蛮有趣的，但之后可能要找一些报告什么之类的也比较简单一点啊，因为现在有不少的玩家他们会在失落之地聊天啊，就变成那个话题很长啊，你要找报告要找很久啊。这个更新是我觉得最大的更新之一了，黄金之国活动相关优化，关卡缩减至16关了哎呦我的天哪，终于哎呦都跟他们讲过几十次了，不要这么多关，你给我20关干嘛？但是相反的，他们会调整关卡的难度，有可能会变得难一点点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黄金之国还蛮简单的因为现在官方不是更新了一些比较强的技能吗？其实要打随便打就可以过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花时间了。其实我觉得16关还是有点多
它不能缩短至可能8关或者是12关吗？不过在更新之后，在第16关会增加一个新的，可能是 BOSS 吧，贪婪的侵扰者。执政官可以对他发动攻击，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他造成更多的伤害，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不管是在多少的时间内把它给铲除掉呢，都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同时也是调整了部分祝福的强度，但是调整什么东西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这个更新也是会在一些王国出现而已，先锋体验版不是每个王国都会有的。第5点，埃及之战相关优化。埃及之战白银战场即将开启全新的自由报名机制，执政官可自由组队，以个人或者是队伍的身份参加埃及之战白银战场。参赛队伍或个人将跨王国进行匹配，实力相近的30位执政官加入同一个阵营，匹配人数可能略有浮动，以伊西斯或者是赛特追随者的身份进入埃及之战。这个就是之前玩家有投诉过的，因为官方他改了规则，就变成至少要15个玩家才可以参加埃及，但是现在可以跨王国跟其他的王国玩家进行组合。之后参加埃及呢，不是以联盟名字作为代表，而是不同的阵营区分，比方说伊西斯或者是赛特。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分配方式还是蛮不错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们选择这样子的合作方式的话，有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到，因为看官方这边的描述有很大可能是随机组合的，所以就可能你们在语言上面交流有问题啊，国服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啦，但是在国际服有这个问题。还有配合度策略了，因为像我们打埃及呢，我相信一般都有分配哦，你要去驻防啊，你要去进攻啊，你要去打野仗抢灵柩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啊！匹配前，执政官可在集结驻防野仗3走之者选择自己的倾向。哦，我刚刚讲东西这边补充了，证明议员你没有看完公告啊！匹配时，系统将参考执政官选择为参赛执政官分配职责。进入战场后，执政官可在局内查看自身职责与对应目标的引导提示。匹配成功后，系统将根据玩家在埃及活动中的参赛经历，为每个阵营指定4个指挥。指挥能够创建地图标记，释放技能，并且更换驻防中的队长。玩家不会因为所属阵营胜负获得阵营奖励，达成一定个人积分可获得个人奖励。那严格来讲，根据官方这边的描述呢，他们的想法其实还蛮周到的，但是也只是暂时而已啦，我不知道实际上会不会出现什么 bug 之类的。因为我对他们这个游戏太过了解了，公告有时候讲的东西呢，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有一点出入。不过目前看来还算是不错的，针对于那些人数比较少的王国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相信还是有部分玩家比较喜欢以前的限制，就是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带15个玩家，要多少人都可以玩。所以这边就问一下各位啦，你们觉得这个新的更新会比较好呢，还是以前没有限制人数的时候会比较好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另外一个部分是黄金战场了，也是增加了新的功能。匹配成功前，指挥可为队伍每个执政官分配上路、中路、下路。哇哦，你以为打王者荣耀吗？还有区分集结驻防野仗的标签，还有包括护送灵柩啊，或者是采集拜访骆驼商队。其实严格来讲这个还算是不错的，因为现在我的王国依然还是用很传统的就是发邮件说你要负责哪一个部分，你要哪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啦，如果增加了这个功能，在入场的时候也是可以自己看到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这样子就不需要额外去打标签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打埃及呢，入场的时候就是指挥啊，他们会在那个建筑物上面说这个是什么队伍，谁负责去驻防，然后有谁要加入这个驻防里面去。那我觉得这个更新之后，如果看起来比较方便的话，还是蛮不错的更新了。因为在它下面就有写到，进入战场后，玩家可以在局内查看自身职责与对应目标引导指示。我是比较期待这个啦，希望更新之后不会让我失望。不过依然还是先锋体验版，不是每个王国都可以体验到的，我都不懂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来是 PC 版的优化， PC 版设置中新增了设备负载、画面设置和自定义选项。我没有用 PC 版啊，有玩 PC 的就自己注意一下啦。其他优化，赛罗利危机活动更新，新增可挑战首领韩式灵音、拉曼山萨满。萨满啊？萨满不是那个什么电影吗？所以也就是说之后我可能又要出新的攻略，但是他这边没有说的特别详细，他是什么能力的。新增动态版首领攻略这个就是之前官方有讲的，有一些玩家抱怨说，哎呀，赛罗利的危机 BOSS 太难打啦，没有攻略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官方的回应是说，之后会出一些什么比较简单的攻略教程啊，会放在那个活动界面那边的，所以他这一次就是增加了这个东西，可以让玩家更快速了解首领们的能力，从而能制定策略，顺利通关。第二个部分，操作及信息优化。设置中新增了过滤友军信息模式，开启后可在地图战斗时快捷屏蔽友军的部队信息，不过这个是可以自己选择要开或者是关了。那么在屏蔽之后，战术视野下普通部队不会再显示头像、技能特效、伤害数字，在这个视野下，友军的部队方块缩略显示，同时不再显示己方部队头像。哇哦，这样打架不是变得很方便了吗？这个其实是针对于那些可能自己设备不是很好啊，怕会卡顿的玩家。但是减少的话，其实打架的时候应该会更加方便才对啊。但是对于那些围棋制的大哥，应该是不能关了，还是需要通过看数字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围殴棋制了。不过在设置中，其实它有比较细分有兵种显示或者是头像显示。像兵种显示，当你开启之后，如果是用点点模式下，就会显示部队的兵种信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也就是说之后我们看到的战场可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图片做的有一点临时啦，你们就随便啦。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想啦，这样有很大可能一些工兵或者是骑兵部队很快就会被打死了。另外一个是头像显示开关，关闭之后，在点点模式的情况下，自己的城市和部队头像会被隐藏。那其实这个更新呢，也是之前我们有投诉过的，就是我们的部队是由下往上打的话，那个头像是挡着的你是看不到敌方部队在哪个位置的。这个之前的影片中我也是有跟各位抱怨过，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个更新呢也算是不错的。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的其他部队往前冲的话，你不知道哪个部队在前面，你要拉回来，你也不知道要选择哪个部队，只能全部一起同时拉回来。不过在战略视野之下，你的部队还有你的组成头像在自由行军拖动操作时会变成半透明状态，同时将显示己方部队攻击主要目标的兵力情况。这个很好OK， 这边就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攻击的那个目标呢，其实你要看他的部队还有多少是比较不明显的。增加了这个部队数量显示之后，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你的敌人还剩下多少部队，你要不要换下一个目标，然后等他自己被 AOE 打死。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更新部队列表头像及战略视野下己方部队头像将增加怒气显示。Let's go， 终于来了！我的天哪，这个东西我已经做3个影片跟官方讲了，要增加怒气显示finally！ 我还时常去反客服跟客服讲，快点增加怒气显示啊！你们在干嘛？操你妈！没有想到还是给我等到了，没有想到终于更新了，所以之后操作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吧。不过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要求就是我们旁边那个队列给我们看7队可以吗？现在只看到3队，哇，什么鬼下一个合并战报功能优化，合并战报新增评价功能，当我方比敌方获得更多击杀积分时，这封合并战报将根据击杀积分差值获得系统评价合并战报将支持分享到聊天频道。哇终于现在还是不能分享啊。合并战报将默认折叠，因为现在点开那个战报呢，全部都是摊开的有一点长啊。联盟成员等级权限优化，联盟官员不再限于有头衔的官员和盟主，就是一般的阿斯没有头衔的那一种，可以从王国或者是失落之地上的地图调整驻防队长，并且从集结或者是驻防中遣返部队。哇终于你们都不知道拿头衔的官员多么痛苦就只有那4位而已。在更新之后，终于可以有8个官员负责去操作了，真的是谢天谢地啊。从王国进入第3赛季备战期开始，就是 K3 要开始之前，联盟官员也可以在王国里面遣返联盟建筑中的部队。联盟官员和盟主可以查看联盟成员内所有成员，包括盟主在线的情况其实之前只有头衔的官员可以看到而已那除了可以看到在线情况之外，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位置。不过之后只有拥有头衔的官员或者是盟主才可以补充联盟商店的库存。我相信这个更新就是最近发生过太多的案例，有一些阿斯或者是入侵了账号之后去联盟商店买大量的移民令之类的，所以他们才增加了这个限制。优化了联盟成员等级限制列表，执政官可以更清晰直观的查看各等级成员的权限。再来就是统御，也就是国王 buff 可以选择隐藏了。其实这个反馈我在很早之前就跟官方讲过了，在开启之后部队下面的光圈就会消失隐藏起来了。
因为游戏卡顿再加上看不到敌方部队在哪里，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光圈所影响，所以可以选择关闭，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最后一个优化的部分，规则文本格式，使其更便于执政官们阅读。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了。说真的，最近的更新都还算是蛮不错的我还蛮满意的。不过其实你们也可以发现到，其实这一次的更新呢，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改动啊，一些细节的改动，尤其是增加战略视野，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很满意了。只要官方一直持续这样子更新下去，我相信会有更多玩家更愿意去玩这个游戏。他们都不知道更新这些东西，比起更新那些什么鬼啊，增加什么新的军器啊，增加什么新的装备，我们更加开心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